母亲为了把傻女儿早点嫁出去，宁愿倒贴10两银子。他嫂子，这银子我可给你了，你赶快把人给领走吧。放心吧，婚书我都帮他们换回来了，我还能不把人带走吗？当家的，你赶快把他从猪圈里面给捞出来。这事就这样被咱们给办了，我弟弟程峰回来该怎么和他说啊？你说怎么说？他不是想娶妻吗？我这不是给他娶了吗？可你给他找的是个傻子呀！程峰怎么说也是我的亲弟弟啊！你也知道，咱家程峰已经和娟子好了有些年了，要是娶也得娶娟子呀。娟子，他这些年就知道娟子咱家娶得起吗？你知不知道娟子的娘和哥哥要多少的礼金？砸锅卖铁，你们老程家也别想攀上这门亲事。你到底进不进猪圈把人给我弄出来？事情都是你办的，你自己进去弄吧，我不管。我当年真是瞎了眼了，怎么嫁进了你们老程家？刘大兰只好自己走进了猪圈，里面的味道差点把她熏吐了。快点起来，傻子！可无论他怎么喊，这个女孩都是一动不动。殊不知傻子是在故意装死。我出个车祸，怎么穿越到一个傻子身上了？现在还要像牲口一般被人交易，我该怎么办？刘大兰见傻子没有任何反应，她狠狠地照着傻子的肚子踢了几脚。别给我装死了，赶紧给我起来！随后刘大兰扯着他的胳膊将他拽出了猪圈。刘大兰，既然你收了我10两银子，今天你把傻子给领走了，以后就不许把他给我送回来。程峰要是敢把他给我送回来，你就得赔我50两银子。傻子他娘，我什么时候干过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的事情，你就把心给我放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吧。然后刘大兰就扯着傻子往外走，一边的男人无奈地跟了上来。你这个臭婆娘，我看你是财迷了心窍，你怎么能给疯子说这么一门亲事呢？这不是要被村子里面的人笑话吗？有什么好笑话的？谁笑话谁给程峰娶媳妇去。再说这个傻子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不也是女人吗？这不一样能睡觉生孩子吗？傻子因为身体太虚弱，突然脚下一滑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刘大兰气冲冲地把他拽了起来，顺便还狠狠地踢了几脚。你个死傻子，让你不好好走路！你打他干什么啊？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，他懂什么呀？你说这老李家一个比一个精明，怎么就生出来这么一个傻子来？这是天生的，都是命。这时迎面走来了2个村民。刘大兰，你们两口子怎么领着李家的傻子呢？她以后就是我们老程家的媳妇了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刘大兰，你刚才说谁是谁家媳妇？我们程家的媳妇。你们程家谁要成亲呀？你儿子吗？你会不会说话？他一个傻子能配上我儿子吗？那是谁的媳妇？总不能是你给你家老程那的小媳妇吧？不会说话就不要胡说，这是给程峰说的媳妇。随后刘大兰气哄哄地拉着傻子走了。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程峰不是和娟子好了好些年了吗？怎么和李家的傻子扯上关系了？他为什么会娶一个傻子呢？这回可要有热闹看了。傻子一路上偷偷地观察着这里的地形和环境，房子都很老，并且大多都是土房子。没过一会，几人就来到了程峰的家里。刘大兰让傻子先进屋里等着，她则在外面与丈夫商量着如何劝说程峰和傻子成亲。就在这时，程峰回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你哥哥今天过来找你，有事要说。什么事？很重要吗？怎么不等我一会过去吃饭的时候再说？咱们先进屋吧。傻子缩在角落里，看着进来的人得有1.9米高，线条明显的下巴更是让他胆寒。这种面相一看就是个狠人，难道这就是程峰吗？这个傻子怎么在我家？疯子呀，你这年龄也不小了，亲事也不能再拖了。我和你哥看傻子不错，就把他说回来给你当媳妇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刘大兰仗着胆子把傻子和程峰的婚书拿了出来。婚书都换回来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下了。谁同意你们自作主张了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如今咱们家老爹老娘走得早，是我和你哥哥把你养大的，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你的亲事就得由我们说了算。我不管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，你们从哪里把他带回来的，就把他给我送到哪里去。送不走了，婚书都下来了，你嫂子已经答应老李家不把傻子往回送了。那是你们答应的，和我没有半点关系，你们赶紧把他带走。这事你说了不算，成亲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说了不算，你们就能替我做这样的主吗？我喜欢娟子这么多年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要娶的人是娟子，不是傻子。娟子肯定不能娶。你给我说说，我为什么不能娶娟子？娟子的娘要多少彩礼你不知道吗？咱们有那么多的钱吗？我12岁就进山打猎，今年24，我打猎卖的钱基本上都交给你了。你跟我说拿不出80两的礼金吗？那不是盖房子了吗？咱们家盖房子不是花了很多的钱吗？难道这些年你的吃喝都不花钱吗？你用我赚来的钱盖了大房子，你盖的房子给我住过1天吗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的地每年都不少的打粮是吧？不够我吃吗？要是这样讲，你以后就不要去我和你哥那边吃饭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咋和我弟弟说话呢？你是疯了吗？分哪门子的家？我就是疯了，我是被你们这一家子逼疯的。你这弟弟多久没往家里交钱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以为山上的猎物那么好打呢？
你去给我打一个试试。你知道个屁！他这几个月打猎换的钱都贴给娟子那个狐狸精了。你看看娟子一天穿的花枝招展的，在村子里面嘚瑟。你知道他的钱都是哪来的吗？是那个臭婊子脱了衣服在你弟弟这里卖肉换来的。这时还没等程老大做出反应，程峰已经上前一步，咔嚓一耳光扇在了刘大兰的脸上。你要是再敢说娟子一个不字，我让你活不过明天。哎呀呀，打人了，没天理了！程峰打人了，这些年我在你们老程家容易吗？我不活了。此时程老大夹在中间，也是左右为难。疯子，你咋还动手打你嫂子了呢？程峰懒得再搭理这两口子，他气冲冲地走到了傻子面前，像拎着小鸡仔一样将傻子拎了起来，然后绕开地上的刘大兰往外走。疯子呀，要不这事就这样吧，你这是要把傻子弄到哪里去啊？傻子不也是女人吗？照样可以睡觉生孩子。婚书我都拿回来了，这个亲你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。嫂子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这些年我赚的钱全都给你了，可你竟为了不出彩礼给我找个傻子当媳妇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现在就把这傻子送回他家去。到了李家后，程峰一脚踹开了大门，从屋里最先走出来的是傻子他娘。刘大兰，咱们可是说好的，把傻子领走就不可以再给我送回来。我是这样说的，可不是我要把人送回来的。疯子要把人送回来，我都劝他一路了。那我不管，钱是你收的，人是你领走的。你今天是怎么把傻子给我带走的？现在就怎样把他给我带走。嫂子，你还收人家钱了？对，他收了我10两的银子。你赶快把10两银子还给人家。刘大兰直接将脸转到一边，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。钱到我兜里，哪里还有吐出去的道理？傻子不要彩礼还倒贴钱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们要是想退亲，可就不是10两银子了。退了亲，傻子嫁给谁去啊？你们得给我50两。嫂子，你快点给人家钱呀！我哪有50两呀？他给我的10两我都花光了。傻子妈，您看这样行不？傻子您先留在家里，我俩的亲事自然也不能算数。50两银子等我攒够了，一定一分不差的还给您。这时傻子的哥哥也站了出来，我们家不要钱，亲事不能退，婚书都下来了。本来你们家就知道傻子是个傻子，你们没理由休他。我要娶的人是娟子，不是傻子。不影响你娶娟子呀，你愿意娶谁就娶谁，只要不把傻子送回来就行。长庚，你把傻子给他们家送回去。傻子的哥哥非常粗暴地扯着傻子往外拖，身体与地面的摩擦痛得傻子哇哇叫，可这却彻底惹怒了李长庚，他用脚狠狠地踢傻子的头，傻子不仅流了鼻血，还晕了过去。李长庚没有一点心疼妹妹，反而是拉着傻子向程峰家走去，而此时的程峰则快跑回家将门锁了起来。把门给我打开！我劝你早点带着自己的妹妹回去。她不是我妹妹，她是你媳妇，她现在不姓李，她现在跟着你姓陈，她是你们老陈家的人，她生是你们老陈家的人，死是你们老陈家的鬼。你可以把她打死，但是不可以把她送回我们老李家。别以为你这样堵着门，傻子就进不了你院了。李长庚将傻子高高的举了起来，随后用力将傻子扔进了程峰家的院子里。傻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没有一点反应。李长庚，你也太狠了吧！这是你的亲妹妹啊，你不怕把她摔死吗？她就是死也是死在你家的院子里面，她以后的生死都和我们老李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她就是明天死了，我们老李家也不会来找你。李长庚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就这样，傻子在院子里躺了3-4个小时也没有醒过来，这让程峰有些慌张。傻子不会是死了吧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一条生命。可我要是救了他，他会不会从此就赖上我了呀？就在程峰纠结时，他的女友娟子和哥哥来了。你丫的竟然敢背叛我妹妹，你是活腻歪了吧？大哥，娟子这件事情我之前不知情，是我哥哥嫂子包办的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那你说说怎么办吧？我嫂子收了人家的钱，我努力赚钱把50两还给李家，然后把这门亲事给退了。娟子的哥哥是村子里面出了名的老赖，天天除了喝酒就是打牌，他巴不得娟子能早点嫁给程峰，这样他就能拿着彩礼钱出去挥霍。咋的？他一个傻子娶回来，人家给你们家10两，你要退回去还要给人家50两，你还要真给啊？你是脑袋有毛病吧？咋的？和傻子成了亲，自己也变傻了？大哥，这是人家都是提前说好的，这个亲事我必须得退，钱我也不会赖账。你可得了吧？娶娟子的80两你都拿不出来，说什么大话？大哥，你也知道这些年我赚的钱都交给哥嫂了，现在他们拿着这钱去盖了新房，根本没有钱给我出彩礼的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今天就打算和哥嫂他们分家，我有赚钱的能力，娶娟子的80两用不上2年就能攒够的。傻子都值50两银子了，娟子可就不值80两这个数字了。那你想要多少钱呀？至少200两，还要给我们家盖一所和你哥哥嫂子家一样的大砖房，以后留着给我娶媳妇用。别人娶媳妇花1吊钱2吊钱的有的是，你要80两的价钱更是史无前例。以前我喜欢娟子我忍了，现在又要200两加房子，这是想来吸我的血啊！我没这么多的钱，娟子我也不娶了。程峰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还没怪你娶李傻子，你怎么今天说出这种话？不就是200两银子吗？你给我哥哥便是了，我家的房子也确实不行了，早就应该盖了。你给你哥哥嫂子都盖上了大砖房，就不能给我哥哥也盖一所房子吗？不能，我没钱，你们请回吧。程峰，你别给脸不要，我现在就把娟子领走，明天就给她许配给别人，让你后悔连哭都找不着调，跟我回家。我不走，我还没和程峰说清呢。
不要给我在这里丢人现眼，以后不许跟程峰来往，程家没一个好东西。娟子哥俩这么一闹，让程峰烦上加烦，但他还是将傻子抱回了屋。傻子浑身冰冷，似乎只剩下一口气。程峰给傻子盖上了家里唯一的一条被子，随后又抱来木柴烧火取暖。到了晚上，傻子终于醒了过来。别人穿越都是大富大贵，我怎么穿到了一个傻子身上了？原主那个混蛋哥哥还打晕我好几次，幸好我命大又活了过来。这娘家我是回不去了，身无分文，我出去的话也恐怕要被饿死，还不如先在这里住着。程峰发现傻子醒了过来，他很开心，随后便打开门让傻子回家去。见傻子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程峰索性将傻子拎了出去，可还没等他进屋，傻子又跑了过来。就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。这傻子怎么回事？以前他被老李家扔了很多次，但每次到了晚上他都能找到家，今天怎么送不走他了？难道傻子也知道他和我成亲了？他不会是把这里当成家了吧？不可能不可能，或许他只是饿了，想吃口饭再走。程峰以前都是在哥嫂家吃饭，但是现在分家了，他没得到一点粮，只能去邻居家借点。陈叔陈婶在家吗？疯子呀，进来吧，我和你婶子还正想去你家里看看呢。你这对哥嫂算是黑了心了，给你找个傻子当媳妇，你这一辈子就这么给毁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不是离间人家亲兄弟吗？疯子还能老这样呀？这不是分家了吗？以后自己顶门立户，好日子在后面呢。你赶快去给疯子打一盆粮食来。是我话多了，我就是心疼疯子。傻子怎么样了？我听说李长根把他摔你家院子里面了，现在还在院子里面躺着呢吗？他在床上躺着呢。做人不能太无德了，咱们不能学他们老李家，把人养在猪圈里。这是人干得出来的事情吗？这时陈婶子端了一大盆子的玉米面子给程峰。婶子，借我半盆粮食就行，我过几天打猎换了钱买了粮食就还给您。说什么呢？你就是不来，我和你婶子也得去把粮食给你送去。你这刚分家，家里能有什么呀？好歹今天是你成亲的大喜日子，我怎么也得给你送点东西过去。疯子呀，你这是要和傻子过日子了呀？那娟子怎么办呀？你这婆娘，不会说话就给我出去，就是没有李家的傻子，疯子和娟子也没可能。疯子呀，你叔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咋听说娟子带着哥哥天黑前去了你家了呢？他们来说什么了？是要钱吗？怕哥哥又欺负你了吧？他们家见我和傻子成了亲，有些不高兴了。礼金从原来的80两涨到了200两，另外还要给娟子的哥哥盖一所和我哥哥嫂子一样的大砖房。我说没钱，他们就翻脸了。你这孩子这些年就是被娟子鬼迷了心窍了。你要是娶了娟子，还不如暂时和傻子借此机会杀他们家那嚣张的气焰。要不叔把这话压着，你要是娶了娟子，你以后就是在给他哥哥正命，给他娘家扛大活，不会有什么安生的日子。你个臭傻子，凭什么抢我的男朋友？今天就让你见识见石本小姐的厉害。哥，你给我狠狠地揍他。放心吧，妹妹，哥一定给你出气。娟子，咱们走吧，这傻子已经昏过去了。不行，留着他就是一个祸害，咱们把他绑到山上去喂狼。那万一有人报官怎么办？他一个傻子，就算死了也不会有人在意的。程峰打猎回来后发现傻子不见了，他开心极了。昨天赶都赶不走的傻子，今天竟然自己走了，哈哈，真是太好了。程峰在山里转悠了一天，饿得不行，他放下打来的野鸡，急忙进屋生火煮饭。这时娟子来了，程峰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腿上，眼里满是对娟子的喜欢。你放开我，你都和傻子成亲了，还抱我做什么？你和傻子生什么气？他已经走了。他去哪里了？肯定是回家了呀。他虽然是傻子，但是他认嫁，他不会留在我这里的。那你还会给傻子他们家50两银子吗？给吧，毕竟有婚书。行，你看着办吧。真是个蠢货，你给傻子娘家50两，那我就得少花50两。没准傻子现在已经死了，给钱就是多此一举。娟子，你吃饭了吗？要不要吃点粥？我不吃，我不爱吃这粥。那你爱吃什么？我想吃鸡肉。真是个小馋猫，我刚打回来2只野鸡，你一会拿回家去，和大娘还有大哥说是我孝敬他们的，让他们消消气。我家人早就不生你的气了，他们只是见不得我受委屈。放心吧，我会永远对你好的。程峰本想与娟子亲近一下，娟子却嗖的一下站了起来。天不早了，人家得回去了，改天再来看哥哥。就这样，娟子一脸坏笑的拎着2只鸡走了。程峰吃过饭后本想去集市上买些盐，可他刚走出门口就看到邻居陈婶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。怎么了，婶子？你有什么事吗？傻子在家吗？他走了，我今天打猎回来他就已经走了。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是回家了。傻子是认家的。怎么了，婶子？你要找他吗？疯子，你别怪我多嘴。今天早上我看见娟子和他的哥哥很早的时候去了你家，然后扛着一个袋子出去的，袋子上还有血，应该是往山上去了。婶子，你看清了吗？去的是哪个方向？程峰，我岁数大了，眼神也不好，我应该看错了，你听听就完了。婶子，他们扛着袋子到底去了哪边？你能给我指一下吗？你今天说的话我不会和外人说。那边我不确定是哪座山，因为这种事我也不敢看。但是程峰，早上的事情，现在这天都要黑了，人可能早就，你应该能懂婶子的意思。我去找娟子和他哥问问。婶子你放心，我不会说是你说的。程峰急忙跑去了娟子家。程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吃饭了吗？我去添一副碗筷，你在我家吃晚饭吧，我娘做的鸡可香了。村里别人家1年都见不到一点肉腥，娟子家却经常能吃野兔、野鸡什么的，这全都依靠程峰的无私奉献。可娟子娘
看到程彤后却没给一个好脸色，就连娟子也是嘴上说着天碗快，屁股却动都没动一下。你和你哥哥把傻子弄到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见到傻子。我去你家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傻子已经走了吗？你快点告诉我，杀人可是犯法的呀！他就是一个傻子，命有什么值钱的？还不如一只野鸡值钱呢。娟子无所谓的态度让程峰越发的着急。傻子也是一条生命呀！你告诉我，你们把他扔哪里去了？我去找找还不行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你要没什么事你就走吧。你哥哥呢？他去城里打牌了。程峰无奈只能一个人上山胡乱寻找，渐渐天色暗了下来，可却还是不见傻子的踪影，他也只能无功而返的下山了。程峰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信息，娟子哥哥那么懒，不可能把傻子扔到太远的地方，傻子会不会在山脚下的森林里？他急忙向森林走去，就在这时气温骤降，还下起了大雪。程峰在森林找了半个钟头也没有结果，就在他转身准备回家的时候，看到傻子被绑在了一棵树上，傻子被冻得浑身僵硬，但好在还有着微弱的呼吸。程峰急忙将傻子抱回了家，他先是架上火取暖，随后又给傻子搓手搓脚。这时陈叔和陈婶来了。怎么样了？还有活气，就是冻透了。这是傻子命大呀！不行呀，这样太慢了。老头子，你弄2盆血回来，用血搓解冻快。陈叔从外面端进来2大盆血，交给程峰和陈婶。我在这里不方便，我去厨房，你们有什么需要就喊我。陈叔一出去，陈婶子和程峰就把傻子的衣服扒了下来，然后抓一把血就开始在傻子的身上快速的搓，不等血化了就抓第2把，前后用了40-50盆的血，傻子的身体才逐渐的有了点温度。陈叔、婶子，你们回去休息吧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，我看着他就行。好，疯子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陈叔，您明天去城里拉活吗？去，你就说干什么吧。您帮我给傻子抓点药回来吧，钱您先帮我垫上，等傻子好了我就去打猎，换了钱还您。我明天肯定把药买回来，你快去照顾傻子吧，他离不开人。老2口走后，程峰也脱了衣服上床了，不是他困了，是因为傻子身体温度太低，他身体温度高，他想给傻子捂。程峰就这样抱着傻子睡了一夜，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摸傻子的脉搏，过半个小时就要去给土灶加一遍柴。然而到了第2天早晨，傻子还是没有醒。程峰起来给傻子煮了点玉米粥，这时陈婶子拿了半包白糖来了。疯子，傻子醒过来了吗？没有，我正要给他喂点粥呢。正好，我家里剩了半包白糖，你放粥里面点，喂给他。程峰略显笨拙地喂着傻子，中午他又给傻子熬了汤药，在他的精心照顾下，第3天的清晨，傻子终于醒了。你醒了呀？程峰赶紧起身穿衣服，因为怀里的傻子一丝不挂，他的衣服都破得不行了，都让程峰拿去烧了。但是程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给傻子穿。我没有死吗？怎么浑身酸痛呀？我的衣服呢？这时陈婶把儿媳的旧衣服给傻子送了过来。傻子醒了呀？刚醒没一会，就是全身有点僵硬，不太能动。我看问题不大，晚上的时候你给他烧一大盆子的热水，给他洗个热水澡，连着洗几天就能缓过来。陈婶说完这些就回家去了。婶子怎么走了呀？不帮我换衣服吗？程峰当我是傻子，可我不是真的傻呀。这光不出溜的实在是浑身不自在。傻子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可胳膊和腿都不听使唤。我不会是被冻成残废了吧？难不成哪个神经组织被冻坏了？不会要截肢吧？你要做什么？是想方便吗？谁知程峰转身走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是让我尿到床上吗？这可不好吧？没一会，程峰拎着一个木桶放到了床边。这程峰也太会照顾人了吧？担心我去外面受寒，还拿个桶让我在屋里解决。这时程峰搓了搓手，像给小孩把尿那样将傻子抱了起来。我的天哪，太丢人了！我自己可以的，怎么办呀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算老几啊？跑来我家里撒野，还朝着我相公要钱花，要是传出去，你的名声可不太好。我劝你赶快离开我家，有我在，你别想再花程峰1分钱。天呐，这个傻子怎么会说话了？他不会是中邪了吧？是呀，我中邪了，劝你以后少打我和程峰的主意，要不然我找小鬼缠上你。娟子觉得太诡异了，被吓得啊的一声就跑了。程峰打猎回来后，发现傻子不仅打扫了房间，还做好了饭菜。难不成这傻子成精了？他怎么还会做饭了呢？这时傻子又端来一盆洗脸的温水，程峰不禁一愣，我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打洗脸水呢，哪怕是女友娟子也从没这般照顾过我。饭后程峰就去后院劈柴了，傻子则躺在床上睡觉，毕竟他的身体刚恢复，还虚弱得很。就在这时娟子来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凭什么睡在程峰的床上？傻子被这个声音惊了一下，翻身就坐了起来，一看果然是前几天打他的那2个人中的一个。还没等傻子反应过来要怎么办，娟子就拿起扫把对着他一顿打。程峰救我，程峰救我！屋里有人喊我吗？那个傻子也不会说话呀，一定是我听错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程峰这才急忙跑进了屋里。程峰，坏人，他是坏人！你这个死傻子，你怎么没冻死呢？你是怎么跑回来的？程峰上前一把抢下了娟子手里的扫把，傻子则趁机跳到了程峰的身上，双手死死地搂着程峰的脖子，随后开始哇哇大哭，而娟子伸手就要往傻子身上打，程峰一闪躲开了。程峰，是他欺负我，你护着他干什么？你赶快把他放下让我打，我今天要打死这个臭傻子！
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他把你怎么了？他占了我的位置，你说我能不恨他吗？程峰，我都多大岁数，你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娶我？这和傻子没关系，是我这么多年没本事娶你，耽误了你。你这些年钱少赚了吗？你看你哥哥嫂子全家什么都不干，全村子就他们家盖上了大砖房，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你的钱都给了他们。以前没分家，钱就要放在一起，每家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家也是一样，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。那你现在分家了，你分到什么了？你怎么不把房子要回来？我侄子都要到成亲的年龄了，房子是不会给我的。那你什么时候准备给我家盖房子？我哥哥可还等着房子娶媳妇呢。这个离谱的要求让程峰瞬间冷了脸，娟子急忙转移了话题。程峰，我的银镯子丢了，你再给我买一只吧。我没有钱。你这几天打猎换来的钱呢？我最近照顾傻子没怎么打猎，打一次猎换来的钱就换了点粮食，给傻子买药的钱还没还呢。程峰，你凭什么给傻子买药吃？我娘的腿疼多久了也没见你给她买药。你娘的药我给少买了吗？你的镯子这些年丢几只了？你算过我给你买镯子一共花了多少钱吗？娟子见程峰真的生气了，立马切换成了撒娇模式。峰哥哥，那你也不能把钱给傻子花呀。傻子越听越生气，实在忍不住，终于开口说话了。程峰的钱只能给我花，你想买镯子你去找别人要去吧。你算老几啊？你凭什么管程峰的钱给谁花？我算这个家的女主人，程峰的每一分钱都有一半是我的，我有权利支配程峰的任何财产，而你不行，你名不正言不顺，你算老几呢？跑来我家里撒野，还朝着我相公要钱花，要是传出去，你的名声可不太好。我劝你赶快离开我家，现在以及将来，你在这里都将什么都不会得到。他怎么会说话了？我也不知道，10多年没说过一句话的傻子，怎么突然就会说话了呢？他不会是中大邪了吧？是呀，我中邪了，劝你以后少打我和程峰的主意，要不然我找小鬼缠上你。娟子觉得太诡异了，被吓得啊的一声就跑了。程峰将傻子抱到了床上，你没事吧？腿疼吗？你怎么不说话了呢？刚才说的不是很好吗？这傻子是什么意思？刚才小嘴巴巴的，怎么现在又成了哑巴了？难不成他是装傻，还是真的中了邪？吃晚饭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各怀心事，一声不吭。饭后，傻子就早早的躺在了床上，程峰也躺在了他身边。没办法，家里就一张床，他们只能挤在一起。第二天一早，程峰早早的就醒来了。你再睡会吧，我要去城里卖猎物。我和你一起去城里。别去了，路远，你要什么我给买回来。我不能在家，我要是在家，昨天晚上那个坏女人就会带着一个男人来，把我打晕，绑在树上，让我慢慢的冻死。上次他们俩就是这样绑架的我。是呀，还是带着傻子吧。娟子和他哥哥敢做第一次，就敢做第二次，并且下手会一次比一次狠。外面冷，你穿上陈婶给你拿的厚衣服吧。傻子洗了把脸，又换上了衣服，整个人也变得精神了很多。两人拿上猎物去了陈叔家，因为他们要坐陈叔家的马车进城。傻子，你也要进城啊？陈叔一张笑脸一下僵了。疯子，傻子刚才听懂我说话了。他不但能听懂话，他还会说话。啥？你说啥？傻子会说话了？我活了大半辈子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啊！傻子，你给陈叔说几句。陈叔好。陈叔愣了一会才回了一声好，一路他时不时的就回头看看傻子。这傻子人也干净了，眼神也不傻了，看着好像还很精明的样子呢。到了城里以后，程峰就摆起了小摊，没一会猎物就都卖完了。傻子，你有什么要买的吗？买一块布，买点棉花吧。程峰就带着傻子去了一个卖布的店，傻子没挑太好的布，选的都是最一般的，买了几斤棉花和针线。还要买点什么吗？我没什么要买的了。程峰给傻子买了2包桃酥，又买了几根糖葫芦。他早都发现傻子盯着糖葫芦看了好久了。陈叔拉活去了，两人只能走着回家了。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傻子就有些走不动了。要不我背你吧？不用，我能走动。程峰到家以后还要去打猎，肯定比我累多了，我怎么好意思让他背呀？走进村子后，正好遇见了程峰的2个侄女，都是他大哥家的。小叔，你这是刚从城里面回来吗？是呀。那你买什么好吃的了吗？哥嫂虽然对我不好，可这孩子们又没什么错。程峰拿出2根糖葫芦分给了2个孩子，谁知大侄女眼尖又看见了袋子里的桃酥，她一把抓起了桃酥。小叔，你可真抠，有桃酥都不给我和妹妹吃，你不会是留着给你这傻媳妇吃吧？她一个傻子吃这么好的桃酥，不是浪费吗？程峰脸上明显有些不高兴，可他觉得自己作为长辈也不能把桃酥抢回来啊，也只能领着傻子回家了。这2熊孩子和刘大兰一个死样子，一点没教养。回家后，程峰饭都没来得及吃就上山打猎了，因为他还要攒取娟子的彩礼钱呢。在山上四处找猎物，又冷又饿的时候，他在自己的衣服兜里面摸到一个纸包，他掏出来打开一看，竟然是2块桃酥，肯定是傻子偷偷放的。没想到傻子还挺会照顾人。程峰咬了一口，原来桃酥是这个味道。我这些年没少给侄子侄女买，娟子也吃过无数包桃酥，我却从来没有吃到过1块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怪不得侄女和娟子总向我要呢。老娘不是傻子，你再嚣张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！有能耐你就出来，别在屋里躲着呀！开门，开门！气死你，气死你！我就不开。晚上程峰回来后，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娟子来了？傻子点了点头。他来说了什么吗？
说了，都是一些粗鄙不堪的话。看你也不是太糙的人，你这相好怎么这么粗俗呢？程峰被一个傻子这样说，面子上有点过不去。他以前不这样，从来不说难听的话，应该是我成亲气到他了，问题都出在我身上。你可真体贴他，这么粗鄙歹毒的女人，你都能找到理由为她开脱。程峰的脸色瞬间不那么好看了。娟子在他的心里就是天上的太阳，怎么能被一个傻子随意玷污呢？哦，对了，他砸了院子里很多东西，用脚踹的，很疯狂，像个泼妇一样，一点女人的样子都没有。哦，我说错了，一点人样都没有。我明天会收拾的。好呀，只要有人负责就行，这样的人以后惹出来的事情肯定不会少。就得有个你这样的男人跟在他屁股后面给他擦屁股。程峰被傻子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对了，我还损失了2根糖葫芦，我都没舍得吃呢，他就给拿走了。我明天去城里给你买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想让你给我买糖葫芦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你这个相好的嘴太馋了，馋猫都爱偷腥。程峰自然知道娟子那个德行，被说中后他彻底怒了。你要是不想在这里待着，你就回你自己的家吧。娟子不是你想说就能说的人，是我先对不起娟子的，是我这么多年耽误了娟子，我是要对娟子负责的。你要是想迎娶娟子，我不会耽误你的。等天暖了，我找到合适的地方了我就走，你不用把我送回李家，你也不用给李家50两银子，我傻子不会去破坏别人的感情，更不会赖上你，这个你大可以放心。这个傻子真的成精了吧？刚来的时候赶都赶不走，现在竟然早就做好离开的打算，我真是小瞧他了。傻子懒得再和程峰吵下去，他拿出自己熬夜做出的棉袄。程峰，这个棉袄你明天打猎的时候穿上，我昨天做的，看看大小合不合适。程峰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。昨天看他熬夜做活，还以为他是给自己缝棉衣呢，没想到这是给我做的。以前我都是捡大哥不要的穿，破破烂烂的，特别冷。而娟子对此一直都是不闻不问。谢谢你，傻子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死了，在你这里白吃你的白喝你的，我总得为你做点什么，总不能以后你想起我的时候觉得我一无是处。听到这些，程峰心里很不舒服，但他自己也想不明白哪里不舒服。饭后两人就进城卖猎物去了。程峰给傻子拿了一些钱，你在附近转转，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，别往远了走。傻子点了点头就走了。他仔细观察着街上的小摊，糖葫芦和糖果都卖得非常好。他灵机一动，想到了现代有而古代没有的零食。哈哈，我要发财了！傻子买完半袋子白糖后就去找程峰了。你知道哪里能买到牛奶吗？你想喝牛奶？在当时那个年代，牛奶可是高门大户才喝得起的。但程峰还是领着傻子去了一个高级商铺。有牛奶吗？正好有一块冻奶，你们要不要？可我就3两银子了，您看看能买多少？我这冻奶都是大块的，现在也切不开，你们就都拿走吧。程峰和傻子连连感谢，随后两人就回家了。可他们刚一进院，娟子就来了。娟子看着程峰拿着个袋子，眼睛立马就亮了。把东西给我。程峰只好把袋子交给了傻子。程峰，你买了什么都不给我看。这里面不是我买到东西，是傻子买的。那不也是花的你的钱吗？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怎么就不能看了？你要不要脸？你和程峰成亲了吗？他的钱就是你的了。你一个傻子还学会花钱了？我就是不和程峰成亲，他的钱也得给我花。你是卖身给我相公了吗？要是这样，今晚就让程峰去你家过夜吧。他要是以后天天去你家过夜，以后他的钱你可以花，并且可以随便花。你说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要诋毁娟子，不然你现在就回你的老李家。见程峰为了自己发火，娟子洋洋得意。傻子没有说话，而是去厨房做了一盆疙瘩汤。然而刚端上桌，娟子就火急火燎的上桌了。程峰，过来吃饭吧。程峰刚起身就看到娟子已经狼吞虎咽的吃上了。我不饿，你去吃吧。你就那么馋吗？你没看见我做的是2个人的饭吗？你吃了程峰吃什么？把你那份给程峰吃好了。你就馋到见了别人家的早饭都要吃上一碗吗？主人让你吃了吗？你这点礼貌和教养都没有吗？你算老几呀？还主人？程峰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，程峰都没说我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都替程峰觉得丢脸。程峰刚才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今天就给我走，你还决定不了我的去留。傻子要把面疙瘩的盆子端走，娟子却一把将盆子按住了。我还没吃饱呢，这个盆子里面的面疙瘩都是我的，饭不是给你做的，你要吃回自己的家里面吃去。娟子则是加快了进食的速度，那个样子一点吃相都没有。没一会，一盆子的疙瘩汤全都吃光了，碗筷也不收拾，而是去找程峰撒娇。峰哥哥，你家都吃细粮了呀？我很久都没吃过细粮了，你明天也给我买1袋子的白面回来吧，我想天天吃面疙瘩。程峰点了点头。程峰，那我明天早上来拿白面了。程峰，你给我几个铜板吧，我身上没有什么钱了。明天的吧，我今天身上没钱了。1个铜板都没有吗？你都给傻子买什么了？钱都花光了。别管买什么了，钱是真的没有了。峰哥哥，那你别歇着了，赶快去打猎吧，卖了钱好给我花呀。傻子看着娟子就觉得是一个笑话。程峰，我身上还有几个铜板，要不给娟子吧？你留着花吧。娟子则一把抢过铜板塞进了衣服里。傻子发出了刺耳的嘲笑声。他一个傻子会花钱吗？你就把钱给他，你以后不许把钱给他，这钱都是我的。程峰瞬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随后他一句话没说就上山打猎去了，心里除了对傻子的怨气，还有娟子那贪得无厌的样子让他觉得丢脸。女人穿越到古代，用牛奶和山楂做出了古人从未吃过的冰淇淋，本以为可以靠此发家致富，结果差点闹出来人命。
这是啥呀？也太好吃了吧！冰淇淋呀，等着我多做一些就拿到城里去卖。好吃是好吃，可这能有人买吗？应该能吧，毕竟城里有钱人多的是。反正我是不会买这种不当饭的鬼东西。傻子的脸色瞬间就不好了，程峰也觉得自己话重了些。没关系，要是卖不出去就留着咱俩自己吃。傻子呀傻子，你不要瞎搞啊！这牛奶和山楂都贵得很，我这点钱哪里经得你这么祸害啊？傻子自然不知道程峰心里真实的想法，他得到安慰后还很开心。冰棍要是卖好了，以后你就不用去打猎了。这不禁让程峰一惊。傻子，这是要养我吗？从小到大，傻子好像是对我最好的人了，给我做棉袄，还给我带桃酥。以前我只要有一天不打猎，哥嫂就会摆臭脸。而娟子从没问过我冷不冷、饿不饿，除了从我要吃的，就是从我要钱。就在这时，娟子来了。峰哥哥，你给我买白面了吗？程峰没说话，拿出半袋子面粉和一些钱递给了娟子。娟子拿着这些东西1分钟都没多待，转身就走了。以前我觉得娟子哪都好，怎么傻子一来就觉得娟子对我一点都不好了呢？程峰带着疑惑上山打猎去了，傻子则在家里继续做着冰棍。这时邻居玉华看着傻子忙里忙外，他十分好奇。傻子，你干嘛呢？我做冰棍呢。什么是冰棍呀？傻子拿着2根递给了玉华，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真好吃，傻子你太厉害了，我以前都没吃过，我就知道你不傻。我婆婆还不信，偏不让我找你玩。你家有酸菜吗？有呀，我给你装点去。没一会玉华就端着一盆子酸菜出来了。玉华，我用不了这么多的酸菜，你送回去一些吧。你赶快端回去，我婆婆正好今天没在家。谢谢你，等过几天我有钱了，我给你点钱行不行？说什么呢？你要这样讲，我可不跟你玩了。要不我再给你拿几根冰棍吧。好呀好呀，我要冰棍。两人又闲聊了一会，傻子就回屋包饺子去了。程峰回来后一进屋就笑了，吃饺子呀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？我爱吃，真香呀！没想到你还会包饺子，这是酸菜肉的，酸菜哪里来的？我朝玉华要的，给了他几根冰棍。以后不能向别人要东西。哼，你怎么不叮嘱娟子呢？我这好歹是交换来的，娟子那就是一个白嫖。没一会，程峰就把100个饺子吃的一个不剩，碗筷刚收拾完，娟子就又来了。你家吃什么了这么香？玉米面子粥。臭傻子，我又没问你。峰哥哥，你先拿给我拿20两银子吧，我有急用。你有什么急用钱的地方？我哥订了一门亲事，人家要礼金20两。什么亲事要这么多的银子？就是村里面老马家的红云，他们家老大嫁到外村不也就要了1贯钱吗？到红云这里怎么就要20两了？就是呀，你看那个马红云长得多丑呀，谁知道我哥怎么看上他了呢？你让你哥去想想办法吧，他认识的人多，我这里没有钱。程峰，我不让你这20两白花，你这20两顶我以后和你成亲的礼金，反正这钱你早晚都得出，你一次性又拿不出这么多钱，索性你就先给我加20两银子，这样你也能早日娶上我。你要是不出钱，我哥哥又惦记把我给许配给别人了。哪天要钱呢？越快也好，他们想年前就把事情给办了。10两8两还能凑凑，20两太多了。最近的猎物不好打，经常打猎猎物都变奸了，不怎么出现，能打到的就是一些野鸡、兔子什么的，卖不了太多的钱。你别只白天打猎了，你夜里也上山，没准能逮到大的猎物呢。那我试试吧。那你现在就出发吧。程峰只好起身上山去了。傻子，你把门锁好了。傻子点了点头。程峰还拿我当傻子，我看他才是傻子呢。娟子那个德性，他还能言听计从的，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愿意呢？我一个外人又是个傻子，能说什么呢？第二天一早，程峰才打猎回来。我一会要卖猎物去，你要买点什么吗？我和你一起进城，我卖冰棍去。到了城里，程峰的猎物很快就卖没了，而傻子的冰棍因为大家都不认识，就卖了2根。程峰看傻子冻得哆哆嗦嗦，就出去买一件羊皮大衣给了傻子。这衣服可不便宜，但是暖和得很。你要是冷了，就找一家店进里面歇脚，晚上和陈叔一起回来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门口的一个坛子里面有冻饺子，你回去煮点就睡觉吧。程峰回家刚吃饭睡着，娟子就又来了。程峰，你醒醒，今天卖的钱呢？程峰把剩下的所有钱都拿给了娟子。程峰，你这几天都干什么去了？怎么就1两银子？娟子就是喜欢钱，这点钱他嫌少也正常，可没办法，傻子在外面冻着也不行，只能先给傻子买衣服了，以后赚钱再给娟子吧。这几天猎物不多，等几天你再来取吧，我再攒攒。我先拿着吧，不过你得抓紧了，别只知道睡觉，我哥和我娘都让我来催你了。等傻子晚上回来时，程峰又出去打猎了。第二天，傻子还是跟随陈叔去城里卖冰棍。傻子，你这孩子行，能坚持，叔以为你卖2天就不坚持了呢。不会的，我以后得天天去城里面卖，我做出来好多冰棍了，这个冬天我都得把它们卖出去。到了晚上，傻子一共卖了20几根，他开心极了。但回家后，他还是没有看到程峰。这程峰是有多喜欢娟子呀？让他晚上去打猎，他就晚上去打猎，真是听话呀。到了第3天，傻子的冰棍卖得越来越多，其中一个大户人家带着孩子一下子就买了10几根。傻子回家后还是不见程峰，这么拼命一定是打了很多猎物。傻子来到仓房一看，发现什么都没有。难道程峰这3天都没回来吗？坏了，他肯定是出事了。